大家好，今天会跟大家分享3条有关肖战的新闻，分别是肖战、王一博被曝将出席某晚会，肖战代言品牌热度2日内提升68倍，有关肖战代言流言和诽谤的新闻。陈情令呢，这部剧自播出以来就获得了无数人的好评，一跃成了一匹黑马，而出演魏无羡、蓝忘机的肖战、王一博也因此迎来了大火，都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两人在当时都还算是娱乐圈的新人，但谁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部剧演绎得如此完美，仿佛他们就是魏无羡和蓝忘机本人。也正是他们温暖了那个夏天，成为了剧迷最美好的回忆。虽然该剧已经完结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有关两人的话题还是源源不断的传来，甚至很多人因为看了这部剧而成了两人的 CP 粉。众所周知，原著中魏无羡和蓝忘机就是一对，只不过因为拍摄成影视剧，为了审核通过，所以有了一定改编，但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丝还原，贴合实际却又不过分，让一批原著粉兴奋不已。从剧中人物上升到了演员本身，磕起了糖，还在某平台上发起了博君一笑占山为王的话题，暗戳戳的吃起了糖。肖战、王一博也因为出众的外表和性格备受大家喜爱，装酷耍帅、求存在感的年下弟弟和温暖阳光宠爱无下限的哥哥让一众人入了坑。他们本人也从戏里的知己变成了戏外的好兄弟，经常被拍到一同聚会相约玩耍，感情很是要好。但这种行为也被过分解读，认为两人关系不菲，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相似品和衣服，更是坐实了 CP 粉的言论，以至于博君一笑的话题居高不下。在该剧已经完播1年之后还能引起超高的流量，实力也是不容小视。而且两人相当有默契，不管是日常行为还是在镜头面前的小动作，都如同复制粘贴。尤其是年纪较大的肖战毫无原则的宠爱着弟弟，更是让一部分人入了坑出不来。在陈情令宣传时期，两人经常合体上节目、接通告、出席活动，但随着剧情的结束，两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公众面前一起出现了。最后一次合体还是在去年年底的某晚会上，两人的公司和唯粉为了各自偶像的发展，也拒绝捆绑，所以在近1年的时间里，两人没有了任何合作，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近日有消息传出，肖战、王一博将会出席某时尚晚会，初步邀请的人名单是两人的名字赫赫在目，紧紧相连，而且更有甚者，已经为这个噱头卖起了门票。虽然现在官方还没有发表言论，但针对两人现有的情况来看，还是有很大可能的。据悉，这次晚会肖战已经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很好，肖战的流量也在慢慢回涨，所以不排除今年主办方也会邀其继续出席。而且目前他拍摄的剧大都快要播出，所以在年底也是会有时间的。王一博在时尚界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虽然现在进组拍摄《风起洛阳》这部剧了，但外界的通告还是会考虑出席的。而且临近年关，很多活动晚会都会聚集扎堆举办，为了增加出镜率，一般艺人都会出席，所以两人同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是这样，那么 CP 粉可就炸了。两人现在在各自领域发展的都不错，算得上是佼佼者。如果合体，那么肯定会掀起一阵热潮，但还是有很多的他们的唯粉不期待两人的此次同框，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影响。我们还是要用正确的眼光看待任何事情，两人可能在现实中是很好的朋友，只不过被剧迷过分解读，才有了 CP 粉，但并不影响大众对他们的喜爱。不管是唯粉还是 CP 粉，都在默默支持了他们。当然呢，有关王一博的事情和肖战的事情，我们就不过分解读了，因为有些人可能并不喜欢王一博。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肖战的流言和诽谤的事情。肖战呢是通透清醒的，
活出人生真意的一个年轻人。虽然是经历过的磨难呢比一般人要多一些，所以才能更加清楚了解这个世界。可是今天看到有人说他近期的沉默是受伤之后的无声抗议，而他的低调是想要脱离被伤害后的环境。淡然和不争呢是肖战的修养，可伤害当然存在。他被舆论伤害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当初他放下自己擅长的领域，跑来写这种就是做，本来是一个设计师嘛，跑来去做这种娱乐。起因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他自己想要做一个他喜欢他热爱的工作。肖战呢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是刚开始就是沉默的。相信很多老粉呢都记着他柔中带刚的那句傻人有傻福，你不傻你没有福。相信很多老粉也记得呢他在电梯里被人骂转身改走楼梯的事情。当然呢很多老粉还能拿出一桩桩一件件粉丝看了都觉得倍觉心酸的事情。现在的他呢面对此类事件一概沉默，太多了，太多莫须有，太多百口莫辩，太多的先入为主，太多人心难测。不只是身处是非中心的他，即使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觉得匪夷所思。很多事情呢可能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当然比如说像饭圈，可能有很多人就不理解。肖战的眼睛呢干净绵长，是经历岁月的这种逼仄之后依然洁净如初的赤子心。当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比如说像雪那么雪白。所以说有人说肖战呢他是在历劫，这是百千劫里，当然呢他不愿意躲开这一劫，所以说他就勇敢的去踏过去这一劫。总之呢来说，他遇到各种的这种委屈呢他从来不提起。即使到现在呢有记者去问起他过去的事情，他只是说感谢。那些层出不穷的伤害呢他一个人藏了起来，独自的去吞咽下去。曾经填表格的时候呢，他用一个烈字来形容自己的性格。你若在生活中呢真正认识性子烈的人，你就会发现烈的底色呢是天真和善良。他不矫情不掩饰，像一阵阵烈烈长风，闪着粉翠的光泽，掠过你发梢的刹那，你也浸染了温润的翠色。一煞好风，满目芳华，吹醒了什么。流言和诽谤呢其实是追不上他的。可是呢他从顺顺利利的人生当中呢莽撞又坚决地跑进了他的追梦之地，一次次呢被践踏。他心里装着多少的暖和热才能抵消这黑和凉。我佩服他的胸襟超然，我们也心酸他的冷暖自度。烈的人呢是不容欺压的，烈的人要用多少力气才能化解他心里的燎原烈火，为春雨无声。烈的人呢后来选择沉默，把更多的力气呢用来提升自己。连他的沉默呢就会看到了一意孤行的倔强与执念。他能成功呢是必然，这是他的修行。其实呢看他呢，比如说你揣测他的痛苦，你其实是没办法感同身受的。他在自己前行的路上呢带着粉丝呢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可是呢他也是一己之力抵抗住了来自外界的伤害和来自不成熟粉丝的拖累。他的苦呢不是我们看不到就不存在，不是他强大就不会受到伤害。怎么说呢，他本是可以快意人生的千里快哉，宁向直中取，又怎么会臣服于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安排。就像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一直都喜欢那个无法无天的猴子，至今仍然喜欢。小时候呢我们羡慕他有火眼金睛，佩服他敢大闹天宫，也经典他一路降妖除魔的力量。长大了才看到孙悟空的成长和无奈。孙悟空的经历呢其实也有我们普通人的成长经历，他总是在试图打破束缚，后来呢终究打破的是他自己的心，打破了才看清还剩下什么，还想要什么。而肖战呢也一样，不过他的过程被人为的压缩了，刀光剑影做引线，猝不及防爆发出我们难以想象的破坏力。
小飞侠们抱在一起哭泣，而他在塌陷的中心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走出了我们心中的高山仰止，一如我心里的孙悟空。他本是可以快意人生的千里快仔，那些苦难他坦荡荡地接受了，继续往前飞。现在的肖战藏烈于心，烈焰火气着，气质更加淡然静朴，刚与柔并济，沉默的执着，惊艳亦惊心。他近期的商务数据呢，让很多人感觉不可思议。这几个月呢，也没有见过某些群体想象的脱粉回踩，反而是小飞侠们和肖战一起，以观者都以惊讶的速度在变好。他们一起像是老友素面相见，真心点燃真心，春风吹醒陌上花，繁花都烧了起来。热烈的静好，俗世里踏实的喜悦。有那么一句话，夜越黑，星光越亮。肖战也曾经说过，那就让我们一起头也不回地向光亮走下去。其实他做的真的很好，但其实呢肖战真的是我觉得是做的是很好的，但是可能是有些人说是肖战的黑粉在故意抹黑他。我个人觉得是有些粉丝呢是不理智的，比如说我要说一点点肖战不好的东西，下面的人的评论真的就是感觉就是要网暴我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黑粉还是就是他是不理智的。但其实很多人，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说过，其实很多人并不反感肖战，他反感的就是盲目无脑的崇拜肖战。因为肖战好你要看到，但是别人要说他的不好，你要去思考这个事情。人无完人，这是真的，就怕是你无脑的去相信这个人，然后无脑的去看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允许有一点点瑕疵。那这种情况下，别人其实就是很反感的，然后这种反感呢就会提升到肖战的身上，说这些粉丝都是脑残粉。所以说我觉得追星呢还是要理智一点，这样的话你是喜欢这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不能什么都喜欢。好，今天的话有关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